大家好，我是新月。你有没有想过啊，把自己账户里面的股票借出去，就可以每个月多拿一笔利息，而且还不用去做期权或者说是任何操作，自动就有额外的收益。那你账户里面的股票呢，同时还可以买卖，不受限制，听上去像是白捡的钱呢。那这件事情有什么风险呢？我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讲讲，把我们账户里面的股票借给券商赚利息，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缺点或者是风险？借出去之后赚到了钱呢，要怎么样报税？最后呢，我再带大家看一下各个券商是怎么开通的，比如像 Fidelity、Vanguard、嘉信理财、盈透、富途这些。那如果你手上正好有一些暂时不打算卖掉的股票，那这个股票借出功能呢，也正好可以帮你多赚一点被动收入。先放一个免责声明，视频中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知识和经验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股票借券呢，有些地方也叫股票出借、出租股票，或者是证券出借。英文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 Fully Paid Lending Program， 还有一个呢是 Stock Yield Enhancement Program。这一些名词啊，其实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你授权券商把你账户里面的一些股票呢借给别人用，对方呢通常是做空的，他们借你的股票就去市场上卖，然后呢你就能从中拿到一笔利息，就当做是借出的一个收入。比如说你手上正好有一些热门股啊，比如说像特斯拉这种的，只要平台上面有人想借这只股票，券商呢就会安排出借，然后你就可以收到利息了。那你这边的股票呢，还是在你的账户里面显示的，你随时可以卖掉，你是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的，所以呢它就不会影响你的持仓啊。你要做一些其他交易，比如说是买卖啊、期权啊，都不会受影响。那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多了一笔被动收入。一般来说，越是热门的股票，它给你的利息就越高，从0.25%呢到100%以上都有。比如说最近 ARKK 的这些 ETF 呢，它出借的利率就是1.75%，TQQQ 的呢就比较低，它是0.25%。像一些热门的股啊，比如说 CRWV， 它给到的一个利率呢就有80%多了。这张图是我网上看到别人晒的收益啊，然后真实性我没有办法考证，那这个就更夸张了。有些股票给到的利息就有100%多、200%多，看的就很夸张。那一般来说呢，越是热门的股，它的给的利息就越是高。一些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正在被热烈做空的股票，它年化收益也可能会到20%以上，像我们刚刚看的80%、100%以上的都有可能。那我们开通借出功能之后，就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操作了。券商呢会自动判断哪些股票可以借出，借出去之后呢，它就自动按天来算收益，到月底了之后一次性就把钱打给你了。那在美国这边的话，像一些退休账户 IRA、Roth IRA 都可以参与这个操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它有什么风险和缺点，这个呢是在我们做理财的时候最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7条。第一个呢，就是你出借的股票通常是被券商借给别人去做空的，也就是说呢，有人看空这只股票，借你的股票呢去市场上卖，希望以后再便宜的买回来还给你。所以一般利率越是高的股票，往往是越多人在赌它会跌。第二个缺点呢，就是没有 SIPC 保险。SIPC 就是你的证券资产，在美国这边券商会有50万的保险，那你的股票在券商这边都是有 SIPC 保险的，但是在借出去的这段时间啊，SIPC 就不保护了，所以呢，券商它就会给出相应的100%的抵押物，比如说是现金或者一些高流动性的证券，把它放在第三方的托管银行。如果说这个券商违约了或者是破产了，你就可以从托管银行拿回抵押物来减少你的损失。第三个缺点呢，就是不能指定借出的股票，大部分券商啊都需要你整个账户一起开通借出这个功能。那券商会自己判断哪几只股票它有需求，然后会安排出借。所以你账户当中呢，也只有部分的股票是会被借出去。比如说我不想借特斯拉，但是想借出 QQQ， 这个就不行。或者呢，我说我想把特斯拉和 QQQ 一起借出去，这个也不行。借出哪只股票，借多久时间，都是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的。
既然是由供需决定的，利率肯定也不是固定的。通常呢，利率会在0.25%到10%之间，个别热门的做空标的利率会更加高一点。但这个利率呢是随时变动的，券商它也不会提前告诉你，明天的利率会是多少。而且波动大的股票呢，虽然说它利率会给的高，但通常呢也是风险比较大的股，我们也不太可能长持它。同样，什么时候股票会被借走，什么时候会被还回来，这个也全是由系统自动操作的，不像是我们买定存或者是国债可以锁定个3个月、1年，那你可能借个2天，股票就被还回来了，也有可能一直借个半年，这个就完全看市场的供需了。另外还有个收费的问题，美国这边的券商呢，大部分是不收费的，但是海外券商呢，可能会收20%到30%的一个手续费。另外，你在借出股票的这个期间呢，你就没有股东的投票权了，就是不能去参加股东大会，也不能投票决定公司的事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也不关心这个，但是这个也算是一个缺点了。那在我们分析了借出股票这件事情的收益和风险之后呢，如果想要赚这笔被动收入，该怎么样报税呢？我这边呢，分成美国的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2种情况来讲。对于美国的税务居民呢，你拿到的这部分股票出借的收入就属于利息收入，但这部分呢是认为是普通的收入 ordinary income， 不算是股息了。在税表上面呢，它会出现在1099 MISC 表格上面，所以你只要把它填成是 other income 普通收入就可以了，不需要创建任何的 Schedule C 的表格因为你不是专职靠这个来赚钱，它只是你的一个被动收入。如果出现选项说你是不是有意靠这个主业来赚取收入的，你直接选择 No， 这样子你就不用去额外的填写 Schedule C 这个表格了。那我们在借出期间收到的股息呢，它其实是券商给你的一种股息替代付款，英文呢叫做 Substitute Payment in lieu of Dividend。 这一类呢，它就不属于合规的股息了，属于Non-Qualified Dividend， 所以这部分钱就不享受税收优惠了，我们要按照普通的收入来纳税，通常呢也会出现在1099 MISC 表格上面。对于资本利得税呢，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就是你持有这个股票卖出的时候，不会因为你这个出借服务受到任何影响。那对于非美国的税务居民呢，你的券商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借券的收入。同样，对于你买卖的所得的资本收益，非美国居民还是不用交税的。那对于你的借券收入呢，这个一般券商是认为它是租赁所得或者说是借出所得，那是放在1042S 表格上面。那某些国家地区，比如说是台湾或者香港，那借券的收入呢，可以认为是出租的收益，所以呢，可以在报税的时候扣掉相关的成本，就是当时券商收你们20%到30%的费用，就可以在这边扣除了。具体呢，可以参照当地的一些税法。在税率方面呢，如果说你单笔的收入高于2万美元，是单笔不是整体那或者说你来自一些非免税协定的地区，比如说是台湾、香港，那券商呢会在这个收入上面预扣10%的税。那到年底的时候 ，IRS 会根据你报税的总数，然后进行一个多退少补。总结一下，如果说你是美国税务居民呢，报税的时候记得看一下你的1099 MIC 表格，那把借券的收入呢放在 Ordinary Income， 就是普通收入这一栏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非美国的税务居民，那最好保存好你的1042S 表格，那可能会有预扣税或者是可以退税的机会。那如果说想要参加这个出借股票赚利息的功能的话呢，可以直接在你所在的券商这边申请，流程呢非常简单，就3步。第一个呢，就是确定你达到了平台的最低要求，那资产要求呢范围还是蛮广的，从5000美元到50万美元的都有第二步呢，就是你找到它的申请页面其实你就在券商这边搜索这些关键字不管是借券或者英文这边呢有叫 Fully Paid Lending 或者说Stock Yield Enhancement， 都可以到达它的详情页面，然后呢就申请开通签一下电子协议，确认你授权券商可以出借你的股票，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呢就以 Fidelity 来做一个例子，那我们在页面的搜索栏直接打入 Fully Paid Lending Program 之后呢，这边呢就出现了搜索结果，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搜索结果的之后，就会出现搜索的页面，然后点击第一个就可以了。
好，这边就到它的详情页面了。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说的，比如说你可以随时卖出你的股票，即便它是在借出的过程当中。好，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是怎么付你钱的？比如说你有1万股出借了，每股的价格是10美元，那相当于你有1万美元在出借嘛，它的平均利息如果给到你7.5%，不一定是这个利息啊，只是估算。那也相当于每天帮你计算利息的话呢，每天都有20左右的一个收益，一个月就有600左右的一个收益啊，算是白拿的。那下面呢有一些风险的提示，比如说它是没有 SIPC 保险，但是呢它给你100%的抵押物放在第三方的托管机构。那股息的话呢，它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出借状态，它就是会给你现金的形式来代替股息啊，这个时候你是也没有投票权的。好，这边的话他就说了怎么样开通Fidelity 给的最低资金呢是2万5，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账户当中要有2万5的资产，不管是现金啊还是股票啊债券啊都可以啊，之后你就可以申请开通了。那它的 brokerage account 就是券商账户或者说是退休账户 IRA 都可以开通。那我们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 Get Started， 就是开始就可以了。之后呢，它就会让你选择哪些账户来参与这个借款计划，你可以选择一个或者是全选都可以。选择完了之后，它就会让你看一下它的一些条款，然后大致看一下，我帮大家看过，没有什么坑，然后点击确认就可以了。那你确认了之后呢，基本上1天左右的时间吧，它就会帮你正式开通。开通了之后呢，你的账户当中就时不时会有股票被借出去。在借出了股票时候呢，它会打上一个 L 的标志，就表示已经 landing 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看，它就可以看到，这个股票现在借出去当天的利息是多少，你已经在这个股票上面赚了多少利息了等等等等都有啊。然后同时呢，你在借出的时候，你随时把它卖掉都可以，只是卖掉了这天的利息，它就开始不计算你了，因为已经卖掉了嘛。当然，如果说你这只股票上你要做一些对被看涨期权啊，也是可以的。同样，你做了期权了之后呢，它的借出的这个活动也就停止了，在这个股票上停止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大型券商他们的一些要求啊。Vanguard 的话呢，它也有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之后呢，它这边的要求就有点高了，它要50万资金在它账户里面，它才会帮你开通这样子一个计划。那同样，他们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它会有抵押物在第三方机构，你随时都可以买卖你的股票，都是有的。这边如果说你觉得 OK 呢，你就可以直接在它详情页面点击开始加入就可以了。这边是嘉信理财的详情页面，那这边他也强调了说，它的话是没有额外的费用的，然后也是会给你在第三方机构放有102%的抵押物作为一个保障。那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呢，可以打他们的电话，或者说直接登录你的账户去申请都可以。但在这边我没有找到说，它哪里有一个最低的存款要求，可能你要具体的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去问了。Robinhood 也是美国这边非常受欢迎的一家券商啊，它的对存款的要求就蛮低的，只要有5000在它的账户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开通了啊。有兴趣的也可以到它的网站这边直接搜索，就是借款计划，然后它就可以出现这些详情了，然后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盈透这边呢，它的这个借款计划英文名字是 Stock Yield Enhancement Program。然后我们往下面看啊，它的要求呢是你要不就是开通了它的一个保证金账户，或者呢你现金账户里面有价值5万美元以上的一个资产，你就可以开通它的借款计划了。最后看个附图默默吧，它的计划也叫 Stock Yield Enhancement Program SYEP 啊。然后美国这边呢，它这边显示的利率还蛮准确的 ，TQQ 给到0.26%的一个利息。好，这边的话我们再看下去啊。它也没有说最低的一个资金要求，只是说附图的一个合规的账户就可以了。
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个股票借券呢，就是让你券商把你账户里面的股票借给其他人用，通常是用来做空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赚到一个被动的利息收入，我们不用做任何操作，不用卖股，也不用做期权。那适合就是你账户里面有一些暂时不卖的股票，想赚些利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的风险，比如说在借出的这个期间呢，它没有 SIPC 保险的。然后，如果说你在发股息的时候，你还是借出去的状态呢，那你这收到的股息是券商给你的一个替代现金，这个就不能作为合规股息来省税了同时呢，它的利率也不稳定，然后有的时候呢，比较热门的做空股，它的利率就很高。通常的一些股票或者 ETF， 比如说是 TQQQ， 它给的利率呢只有 0.25%。那税务方面呢，对于美国税务居民来说，你就按照普通收入来报税就可以了。那对于海外居民，比如说是台湾、香港的同学们呢，你就可以按照租赁收入来报税。那同时不要忘了把一些费用给抵扣掉，可以少付一些税基本上都这样了，开通什么都很方便。我把刚刚提到的这些主流券商的介绍页面呢，也放到视频下方描述区，方便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或者说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提到的一些缺点，或者大家最近有没有借出去股票，你的利息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